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怎么样来帮 NT5来加装雾灯。那这个加装雾灯这个方法呢，其实不只是适用于 NT5啦，其实大部分的挡车或者是甚至速可达，其实都可以适用这样子一个安装方法。好，那首先来讲这次的雾灯呢，我是选用蚁人的 A1 雾灯。那这个 A1 雾灯呢，它其实本身就有它的雾灯的这个本体之外呢，它雾灯长这样子。那它还有附其他的安装的螺丝，还有一些支架这样。那因为这次我是希望能够帮 NT5在前面一次装上2个雾灯，所以这边就必须要一次购买1对的蚁人的 A1 的雾灯这样。你不一定要选蚁人啊，只是说我当初在找 NT5的雾灯的时候，发现蚁人这边它其实已经有一些搭配好的一些支架，可以这边去使用。就这个支架，然后这装上去之后，它就是可以让它这刚好这位置就是在我的头灯的左右2侧，就不是在它的下面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位置上面还蛮刚好的，就刚好不会挡到我的前镜头。然后另外这个是蚁人雾灯这边它所搭配的电源的线组，然后这电源线组它是可以有这一接电源，另外它会多一个触发线。好，在我选用的控制这个雾灯开关的，我是选它所搭配的这种防水开关，因为其实我有试过，其实它有找到好几个位置，最终我觉得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所以我另外又买了一个延长的一个支架，这个延长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它是锁在后照镜上面，所以它刚好这边有一个这个洞，这里，它这个洞呢，大概就是后照镜这边在锁的螺丝，它的直径大概就是 M10 的螺丝最大可以穿过去。那这刚好雅马哈的车子的后照镜的螺丝几乎都是 M10 的，然后这边装上去，那这边可以锁在后照镜上面之后，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开关的部分，我就可以锁在上面去，这样预设是这样子。那其实我已经有试装过了，这样装起来的位置还蛮合适的。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各位来介绍说，这整个雾灯这边加装的电系，它应该是要怎么样去拉线。那这边我跟大家讲解一下，说这一套的东西，它在安装上面要怎么样去牵这一线。那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是它的一个电源供应的这部分的一个线组。那所以你的这两条线，一个是红线，一个是黑线。那这个地方要接到你的电瓶的红线是接到正极，然后黑色是接到负极。那在这里有一个保险丝，是怕日后可能有发生过载的情况的时候，它这里保险丝这边可以做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所以可能如果发生过载情况，这里的保险丝就会先烧掉这样，所以这是对整个线路的一个保护的动作。然后，那这个是它的线组的一个继电器的一个控制器。那这个控制器呢，它就是可以用一个控制的一个触发讯号这边去做连接。那所以呢，这条线呢，就是让你去控制说你整个线路这边要去导通的一个控制讯号的一个来源。那你可以去接说你的保险丝，或者是接说你的牌照灯的一个正极，然后它的一个电流都可以这样子。好，那所以基本上这是给一个正电的一个供应。那这个呢，就是接到我们的把手的开关，然后就接到这个地方这样。然后把手这边，你就是需要用一个支架这边去在你的机车上面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那我这支架呢，就是决定说我要把这个把手开关要装在后照镜座上面。然后再来是雾灯这边的电源的供应，就是由这2个线组的接头，那你就是直接给它对插，就会去帮你的雾灯这边做电源的供应。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把雾灯装在这个支架上面，然后所以就是左右2边，然后各一个雾灯这样子装在上面。然后那这次我买近灯，就只有白光是近灯。那如果切到远灯的时候，我的远灯它是黄光，那近光的部分也会同时亮。
然后所以它是只有这两端一个切换，就是只有近灯或者是远灯、近灯一起亮这样子。OK， 那方向的方位的部分就是你要看这个电线是朝下的，然后所以灯的远灯就是这样子出来，然后近灯就是这样子出来，这样 OK。所以其实你在改装雾灯这边是合法的，只是你在改装的时候你要注意要符合改装雾灯的法规。那你的前雾灯的部分，你可以是有2盏雾灯，或者是有1盏雾灯，其实都可以。然后只是说你在摆放的时候，如果是2盏雾灯的话，你必须要以左右对称的方式去摆放。那如果你是1盏雾灯的时候，你就是要放在你的机车的中间的中心截面的位置，就是你的机车的正中央。然后再来是你的雾灯的灯色。你只能够是白光或者是黄光或淡黄色的光这样。然后那再来是你的离地的高度，这可能是你在安装雾灯这边要注意的。你的离地高度一定要高于你的地面要25公分，就0.25公尺这样。然后再来是雾灯的照明面的部分，你不能够高过说你的头灯的照明面。然后所以基本上大致上你的雾灯的法规就是主要是限制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雾灯不能够跟你的大灯联动。那意思是说，就是其实雾灯的它在使用的环境，可能通常都是在比如说山区照明不良或者是雨雾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才会使用到，你才能够开雾灯。在平常在照明良好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不要去开雾灯。那基本上你符合这些的改装的规定呢，你的安装上面雾灯应该就是合法的这样。OK。那接下来我们来实际安装吧 ，Go。好，接下来我们就把雾灯给装上去。那计划的话就是，雾灯会装在车头的这个地方的位置，然后我们要沿着这里去牵线，然后再经过中间这里，然后去拉到座椅底下的这里的电源。NT5我们在拆侧壳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只需要拆掉前面这个饰盖，还有这个。那我们就可以从车头这个地方去把线路牵到这个底下，然后就可以到达电瓶的位置。在侧边这里的饰盖，它有这边有3个快速的螺丝，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内六角螺丝。那快速螺丝的话，应该用这种小工具，这里就可以把它给弄起来。OK， 快速螺丝基本上是长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再插回去的时候呢 ，OK， 你只要把它直接这样压回去，然后这个再压下去就可以去完全就可以给它锁固定。好，那再是把这个给拆掉，那这个就要用6角扳手。这个就可以走起来了。拆除螺丝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饰板给拆下来。再来，我们要把这一块给卸下来咯。然后这样就可以拆下它的固定的部分，你会看到说，它这里有这个 pin， 它这个 pin 就直接插在这个洞里面，跟这个洞里面。雾灯支架的话，我们刚好可以锁在原本前面的这个锁前牌罩的这2个锁孔，好，这2个锁孔刚好可以锁在这个地方，是它的设计。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锁在这里固定。然后再就是要把雾灯锁到那个支架上面去咯。看它这里会干涉所以可能先把这个给卸下来会比较好。快速螺丝。也是一个一样的螺丝。好，
雾灯安装上去，它就像这个样子。那高度的部分，等到时候完工之后，我们再来调整灯的高度。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线组从雾灯这边穿过车身到电瓶的地方。那再来是我们把开关的部分跟支架，然后我们给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固定在这个位置。那开关从这边下面穿过去，然后就跟电源这边的开关这边的接线接在一起。再来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要把它跟保险丝的电源这边接上去。你看你是要导通的时候是要跟哪一个接在一起？那这里有 head、terminal、main， 然后 ABS， 然后 ABS 马达还有 spare， 然后我们就把它跟头灯的这个灯连在一起，是 7.5A 的这个。好，那基本上就是正负极接上去了，正极、负极，然后触发的讯号线接上去了，在这里，然后讯号，那这些电源线就从这里过来，然后一直到头灯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发动吧。OK。好，打灯亮。远灯、近灯、远灯、近灯一起，近灯、近灯一起。熄火，好，那基本上线路的安装到这里就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收尾吧，就把这些线路再整理一下，然后把壳装完去，那这样子就完工了。好，那这样子雾灯的安装就搞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上路去测试吧 ，Let's go。好，那我现在已经初步把雾灯的高度先调好了。那现在这个是原厂的头灯，然后我打开了雾灯第一段，就是近灯的雾灯。还有这雾灯的上缘的这个高度没有就是不会超过说原厂的头灯的高度，这样的话才比较不会说会有打鸟灯的情况。那这是第二段，就是远灯的情况。它远灯的话，因为上方这里是黄光，那它是远灯，所以它打出去的高度呢就会超过原厂的头灯的近光灯。然后但是呢，基本上它和那个原厂的
原厂的远灯其实差不多。看，这是原厂的远灯，打开来，这样，这是原厂的头灯的远灯。那如果我把雾灯的远灯打开来，它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再来是我们开启雾灯的时候，电能回充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电压表这边来当成是一个参考。那电压表现在目前在怠速的时候，现在目前没有开启雾灯，那它的电压是 14.1。那我现在开启第一段，那电压这边从 14.1 掉到 13.9， 那还是可以接受的情况。那我现在开到远灯。那远灯的话，电压也是稍微掉了大概 0.2 而已吧。那基本上没有差太多，应该还是可以维持说，电瓶的电能这边可以回充。讲到来试灯光呢，当然是直接上来台七乙这边来试一下晚上骑乘山路的效果啦。那现在目前这个是原厂的近光灯，然后这是原厂的远光灯的效果，然后这是原厂的近光灯的效果。然后再切换到原厂的远光灯的效果。好，那再是打开雾灯，哇，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差别啊！这是加装的雾灯的近光灯的效果。OK， 看它跟很明显跟原厂的头灯应该差异非常大吧？就是关掉原厂的头灯，就没有开灯一样。然后打开雾灯，哇，非常的亮。那再来是开到远光灯，哇，这照射的广度其实是相当的还不错的。好，再切回这是只有原厂的近光灯，真差很多。那再打开，这是原厂的近光灯加远光灯。OK， 那来打开雾灯的远光灯，差异非常的大哦。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是打开远光灯。就是一般原厂的头灯的远光灯加近光灯。OK， 然后再来是我们直接打开远光灯，哇，这效果差异很明显吧？这个路段是几乎没有路灯的，因为它的照射的广度啊，觉得还不错，所以即使没有路灯的话，它的在山路的入弯点跟出弯点，其实都还是都有比那个原厂的头灯都来得好很多啦。不然那个在现在这么暗的情况哦，那你在山路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得到出弯点跟入弯点。这是近灯而已，就只有这样了。原厂的近灯非常的暗，然后打开雾灯的近灯，雾灯的远灯，这效果差异非常大吧？雾灯的近灯。雾灯的远灯，雾灯，如果只有原厂灯，哇，好暗哦。那以上呢，就是这次安装这个雾灯呢，实际上路测试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这个雾灯，它因为基本上它是鱼眼的，所以它在光型上面其实是切线是还蛮明显的啦。所以我觉得你骑在别人的后面呢，应该不太至于说会直接刺到别人的眼，但是你是用近灯雾灯的情况啦。那远灯的话，当然就是广度会比较广，会比较照度会比较好。
但是呢，一般说我们在安装这个雾灯啊，实际上你最后安装好之后，你一般在照明良好的市区或者是路况呢，其实也是尽量是不要去使用这个雾灯。那在你的在比较适合使用雾灯的这个情况，但是在说你的可能照度比较不好的山区道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实用，而且可以增加说你在夜间在山路骑乘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值得投资的一个改装啦。那这东西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有把我购买这个东西的连结呢放在我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资讯栏的这些卖场这边的资讯。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那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那记得留言给我。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